光天夜里，以玲珑有致的白衣倩影优雅而立，正望着远处那灯火通明的殿宇出神。一道轻柔的声音突然响起：“你还不休息？”闻言，小医仙偏头冲着从林间走来的薰儿微笑道：“这里便是古族吗？其实与外界也没什么区别呢。”薰儿没有立即答话，沉默了一会儿后才开口道：“在这里所需要承受的压力却远比外界更强。古族依靠血脉强盛，但也因为血脉而悲凉。每隔几年都会有无数异民带着他们的子孙后辈来到这里，盼望着他们之中能够出现血脉强横之人。有时会有惊喜，但更多的却是无穷的失望。这些年我见过不少发现子孙血脉废弃的人受不了打击而当场自刎。既然强盛，自然会有所代价。”小医仙垂眸轻声道。薰儿自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轻叹了一口气后，不欲再谈这个沉重的话题，便冲着小医仙道：“这些年都谢你了。”小医仙明白薰儿说的是什么，对于这个已经知道自己内心的女孩，小医仙没有过多的掩饰，直接道：“习惯了，能在她身边帮一下她，我感觉挺好的。像小医仙这样的风险女友在哪里找？请给我来一打。”小医仙洒脱一笑后，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又冲着薰儿道：“你可别自作主张的去胡乱说什么，我喜欢这种感觉，并不想改变什么。但是你不说，他会一直迟钝下去。”薰儿笑道。对此，小医仙不置可否。“我想你应该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吧。”片刻后，小医仙出声道：“你指的是什么？”薰儿美眸轻抬道。小医仙迟疑了一下，并未开口说话。薰儿却是突然出声道：“你是指美杜莎，或者说彩铃吗？”“呜呼，来了，大型翻车现场，他来了。你果然还是知道，为何在他面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小医仙叹了一声后道：“知道又如何？难道我还能在他面前大发雷霆，然后让他将彩铃杀了？”薰儿小嘴微抿，随后又喃喃道：“其实这种事我也头疼，别人倒是希望我因此而离开，甚至仇恨他，但我自己却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既然如此，还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干什么？”话到此处，薰儿看向小医仙道：“这种事我可是等着他主动与我说呢，到时候我才能故作狠心地教训他一顿，让得他明白花心的男人可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小医仙望着薰儿脸颊上的那一抹细细的芬芬，目光闪了闪，不知道在想什么。薰儿以极快的速度平复好心情后，就对着小医仙道：“好了，不多说此事了，明日便是古族成人仪式了，你也早点休息吧。希望以后你能一直陪在他身旁。”“这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听到这话的小医仙黛眉一挑道：“那你呢？”薰儿细长的睫毛抖了抖，并未答话，只挥了挥玉手就转身离开了。第二天，萧炎刚打开房间门，就见薰儿等人已经在门口等他了。“萧炎哥哥，休息好了。”薰儿微笑着迎了上来，随后替萧炎将衣衫上的褶皱轻轻抚平。这般温柔，如同乖巧的小媳妇儿一般的模样，若是被其他的古族族人看见的话，恐怕不仅会得红眼病，还会碎一地的芳心。萧炎感受着那玉手在胸前拂过留下的温热，觉得心里直痒痒。大早上的容易冲动，你们懂的。迅速清理掉脑子里的黄色废料，萧炎正色道：“成人仪式快要开始了吧？”“我们也动身吧。”薰儿微微一笑，随后玉手一招，就唤出一只通体雪白、体型壮硕的双翼独角兽。萧炎一行人乘坐独角兽抵达广场时，就受到了万众瞩目。目光若能凝为实质的话，萧炎此时肯定被戳成骰子了。广场之上的众黑烟军战士们，薰儿女神是我的。薰儿领着众人径直对着广场中心的席位走去，结果在即将靠近中心片区时，跟在薰儿身后的萧炎一行人就被2名身着金色战甲的战士用长枪给拦了下来。薰儿听到长枪交击的刺耳声响起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转身就冲着那2个战士怒喝道：“让开！打工仔1号2号，我也想啊，可是到底听谁的？”卑微打工仔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一道淡笑声徐徐传来：“小姐，你不用为难他们，这片区域乃是特殊地带，非本族以及本族特邀之人是不能够进入此处的，还望见谅。”
轩儿与萧炎都还没答话呢，又有另一道声音传来道：小姐，家兄说的不错，虽说萧炎是你好友，但却并未达到要求，所以自己放在心尖尖上的人儿被人三番四次的给脸色，轩儿怒了：蠢货们，面对疾风吧！只是轩儿美眸中的金色火焰即将跳出的那一刻，一道让得萧炎略微有些耳熟的怒骂声却突然的在天空响起：古谦、古虚，你们两个不要脸的老家伙有没有搞错？你们欺负人，老夫也懒得管，可你们如今竟然直接欺负到我迦南学院的头上来了，真当老夫是泥巴捏的不成？突然被护犊子的萧炎多少有点摸不着头脑，那古谦二人却是脸色巨变。王天尺！惊呼之声自两人嘴中传出时，一道苍老的身影自扭曲的空间之中浮现，旋即就是两道蕴含着强烈雷芒的浩瀚斗气劈链，直接朝着古谦二人爆射而去。王天尺，敢欺负我的仔，给你脸了，看我揍不揍你就完了。古谦与古虚二人看这来人竟然说动手就动手，那叫一个又惊又怒，连忙暴退。只是这攻击哪里是那么好躲的？然而就在那劈链即将轰击到古谦二人的身体上时，一道无形的劲气却是突然爆开，刚好将这两道雷芒尽数接下。萧炎看清自天空上降落而下的苍老身影，竟是那日在雷池遇见的坑货老头时，愣住了。怎么是你？萧炎惊讶道。你个头啊，有没有礼貌？叫院长！那盲姓老者听得萧炎这惊呼声，一吹胡子就斥道：院长！萧炎茫然了一会儿后才反应过来，是迦南学院内院的院长。废话，除了老夫叫芒天尺外，还有其他人敢这么叫吗？那老者胡子翘了翘，旋即笑嘻嘻地打量着萧炎，然后伸出手来在萧炎身上捏了捏，才道：不错不错，苏谦那家伙这次没诓我，总算是教了一个看得过去的学生出来。萧炎嘴角抽了抽，多少有点难以接受这个坑货老头就是迦南学院那最为神秘的内院院长。上次见面竟然没认出你来，回去后想了好半天才记起，原来你就是苏谦那家伙不断跟我传信所说的萧炎。芒天尺拍了拍萧炎的肩膀，一副义气干云的模样，随后又道：你放心，以后有事儿老夫罩着你。看了看这活像是土匪窝里闯出来的老坑货，萧炎苦笑。薰儿却是在回神后微笑着冲着老者道：多谢芒老先生了。小事。芒天尺很是随意地摆了摆手，随后目光在薰儿与萧炎身上溜达了一圈，十分不正经地怪笑道：我就说他们怎会为难你一个晚生后辈，原来你是将古族最了不得的花儿给拱了。听到这话的萧炎瞬间就黑了脸，一旁薰儿的脸却是爆红。那先前被雷芒震退的古谦二人一回来就听到这让人愤怒的发言，顿时就出声怒道：芒老先生，这里可不是雷族。芒天尺眼角都懒得给这两人一个，抬头紧盯着某处空间道：山老怪，你也少偏袒这两个老家伙，以你的身份指使人对一个晚辈发难，可是显得度量太小了。某山老怪轻叹了一声后才开口道：古谦、古虚，退下吧。随后也不再掩藏身形，先是对着薰儿微微拱手后，转而望向芒天尺，有些无奈的道：既然你这老家伙要出头，那这次便给你一个面子吧。语罢，这位白发黑袍的老者便是一挥衣袖，直接对着中心处的席位走去。从始至终他都未曾看过萧炎一眼，切，还跟老夫耍酷。望着那白发老者的背影，芒天尺嘴巴一撇，随后拍了拍萧炎的肩膀道：你这小子也算胆子大的，明知道古族会有人针对你，居然还敢来这里。不过放心，苏谦有几次传信给我，都嘱托我若是遇见你的话，好好照料你。在这里，古族的那些老家伙也都会卖我一个面子，但你应该明白，真正想要这些眼高于顶的老家伙刮目相看，还是得依靠你自己。从芒天尺话语中听出一份关切的萧炎，恭敬地抱了抱拳，十分诚心的道：多谢院长提点。那就走吧。看着这实力不错心性也不错的年轻小伙儿，芒天尺笑了笑，然后转身也对着一处席位行去。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呢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
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